哟，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其实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都来 IG 或者 Facebook PM 过我，他说买了新车，我要怎么改，我要怎么改。我只能说改车都是个人的口味，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些人一拿车就是迫不及待要去改 intake、exhaust、rim 那些 adjustable 都下完去，对不对？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买了新车，但是又想改，但是又怕 void warranty， 要怎么办？今天呢，其实我要拍什么车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辆 Honda Civic FE RS 版本。其实我这个频道里面有拍过2次 Civic FE， 然后我也拍了一个原装的 Civic RS， 那个上传影片蛮火爆一下的，因为那时候有 Porsche 在追我的。本期视频呢，非常感谢 RaceShip Malaysia 呢把这辆 Civic FE 借给我用，因为他们对于这辆车呢安装了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让它提升动力，还有提升你的驾驶乐趣啦。Civic FE 的外观跟内饰，我其实不需要讲太多，我相信大家在马路上看了非常多了啦。我的影片之前也介绍过，你们还没去看的话，赶快去看。Civic FE 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一台 C segment 的车。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理由，我觉得这辆车美中不足，就是因为它是 CVT 变速箱。当然，我没有说它 CVT 变速箱不好的，它反应算是蛮快的，引擎跟动力的结合也是非常的棒。我觉得 AT 或者 DCT 的话呢，那个驾驶乐趣会更加的棒。这辆车原装动力有182匹马力，还有240个牛顿米，大概在1700转的时候到2000转左右，它就可以爆发最大的扭矩啦。在这个价位里面呢，真的是无敌了的哈。这辆车我真的不介绍这内饰啊，那些太多，真的是一个 RS 版的，有红色的缝线的内饰，旁边是皮革座椅，中间是绒布的。Start RS 啊，哦，冷气真的好，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冷气了。这辆车总共安装了2样来自 RaceShip Malaysia 的东西，一个就是 RaceShip XLR， 我们叫做 Throttle Tuning， 就是这一个啦。它隐藏的很里面哦，可以看到跟我的车一样的，还有 Eco Plus、Eco、Normal、Sport、Sport Plus、R 还有 R Plus 的。这个 XLR 呢，它总共有2个款式啦，一个像 Porsche 这样的设计的，可以转的，有没有？因为 Porsche 是在方向盘这里转的嘛，但是你可以安装在任何地方，只要你方便都可以。那我的那款呢，就是按钮式的电子化，这样你可以加或者减。这个不是说一个 XLR 可以安装在所有的车上面，对，它不是 universal 的，你Toyota就是Toyota的 ，Honda 就是 Honda 的，它是由 software 来控制你的油门，可以减少那个 turbo lag。尤其是我们喜欢跑山路的朋友们，动力其实其次哦，我们最需要就是什么 response。我们最怕就是当我们松开油门，你再踩回油门，你会感觉到什么叫 turbo lag。当 XLR 调到 R Plus 的时候呢，当你松开油门的刹那，你可能只需要1秒钟的松开，但是在那个时间里面，它会点一点点的油门，当你的 turbo 还在运作当中，再一脚补油门下去，你可以得到瞬间的动力，减少 turbo lag 啦。当然，你有安装了 XLR， 你还是需要一样东西，它叫做 RaceShip 的 Chip Tuning 啦。我带你们去看。这副仪器是一个 L15B7的一副4缸的涡轮增压的汽油引擎啦，表面上看是一个原装车，对吧？只是加了一点 Ultra Racing Strut Bar， 前面这边就有一个 RaceShip 的 logo， 对，它不是劲风格是 RaceShip 啊，它是在这一个 RaceShip 的 Chip Tuning。RaceShip XLR Throttle Tuning 呢，在大部分的车款都会有，但是这个 RaceShip Chip Tuning 的话，它大部分都在 Turbo 车才有作用的。你要怎么知道你的车款有没有呢？很简单，你可以到 raceship.com.my 这里，你可以去选择你的车，比如说这辆车是 Honda Civic
Civic FC 还是 FE 的，所以这辆车是 FE 的，你就可以查询它拥有的系列了。比如说它有 Raceship XLR， 价钱这里你都可以看得到了哈，不用问我价钱了啦，各位，这里都可以看到，现在有做优惠哦，因为 Raya 的关系。Chip Tuning 有分为 Raceship S、RS、GTS。GTS 呢，就是他们这个系列里面的最高配。你把车驾过去 Raceship Malaysia 那边，它的工作室，然后会有专人帮你安装，然后这个呢就可以随时在那里调它的模式啊。如果你的车原装是0的，你把它调到1，会有它的分别2、3、4，它最高有7个 step。当然这个7号是最 aggressive 的，也就是说最有力的。但是等一下我试车呢，我就要把它先放在0，感受一下原装的感觉是怎么样。当然 GTS 有另外一个款式是可以用手机来做遥控的，你可以不用打开引擎盖，你直接用你的手机啊 Bluetooth 那里就可以调整你现在的驾驶模式了的。现在是原装哈，等下试一下原装的感觉。很多人问呢，安装了这个 Chip Tuning 之后会不会有 Void Warranty？ 要改就不要怕，敢去不了。但是它跟 Remap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花了一笔钱给 Tuner 做 Custom Remap， 然后但是你要卖车的时候呢，你要再花一笔钱让这个 Tuner 去做回原装。Chip Tuning 就不一样了，你把它安装上去之后呢，当你要卖车，你可以随时拆出来卖给另外一个朋友都没有关系。然后如果你有 Claim Warranty 还是什么，你嫁回去给他们把你拆掉，再去 Claim Warranty 啦。我今天就安装了一样 Race Logic， 又是谢谢新哥借我玩了大概1、2个礼拜了。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好不好？我们做4次，给你看一下它到底它分别在哪。OK， 原装哦，fully原装哦 ，XLR Pedal and Neutral， 连前面的引擎的这个设定是0的。哇 ，Civic 的是一个我觉得很舒服的车啦。如果在原装来讲，那这种避震器啊，因为我最近驾过了那些什么adjustable 的车啊那些哦，你会觉得那辆车好像很跳啊、很硬啊这样子哈，然后会有的团跳。但是我回到来这种原装 Civic 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舒服哦。当然它的这个悬吊还是有偏一少少的那种硬朗，但是它不会至于让你觉得好像不舒服了。你至少拿来家用的话都不是太大问题。然后哇，这个方向盘又精准，摆少就可以了。我觉得这辆车日常生活驾完全是没有问题。我觉得如果是我拥有这辆车的话呢，我应该不会拿去改什么脚牙避震，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驾蛮舒服的。除非你真的是拿来玩，你看2000转，哦，给我一个理由，你为何不买 Civic？ 除了它是 CVT 之外，随便烧一个弯。没有问题的，虽然那个屁股啊会有一点点重，因为它是sedan，但是因为它的方向盘精准的关系，哦，你会觉得那个车驾起来都蛮轻松，左右不是问题。Sport， 哇，它会把我拉高转耶，我尽量不要用 manual mode 哦。但是其实啊，如果你没有用 manual mode 的话，好像刚刚这样，我过完踩那个油门下去，我大概等了0.5秒，它的涡轮才会有反应。你看我这样子踩，它是有力的，只是我觉得还有少的 lagging， 那少。我们就来试一个完全原装 Chip Tuning 是0的情况，我们的 Throttle Tuning 也是在 Neutral， 然后我们有 Race Logic 来试一个0到100，AC 关掉，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不要做 launch 啊，松开踩弯。踩到底哦，9.78秒，9点。第二个测试呢，把 GTS 调在7号，1、2、3、4、5、6、7呀，好，3、2、1，开始，8.68秒，有没有？比上刚快了大概1秒钟了，有没有？哇，这个7号我跟你说，加起来哦，我跟你讲那个很明显感觉到 boost 高了，跟你说，哇，暴力系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最后一个测试，我把 XLR 调到 R+， 把这个 Throttle Tuning 调到7号，3、2、1，踩弯，哦，打滑，起头很猛，有没有？
刚刚这个成绩有一点不是很好，可能这辆车真的是给我绕了几次没有休息到诶。我觉得我停在这边会比较好一点点，凉一点点。A few moments later， 做一点 soft launch， 踩完，看到有没有快一点？8.35哦，哇，这辆车真的是要做 launch 的哦。踩完 ，traction 关掉哦。大概8.3到8.4啦 ，OK 啦，会有分别啦 ，bro。那我今天的测试就到这儿了哈。如果你真的要玩0到100哈，我其实不建议就是在这种大热天去玩，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没办法啦哈，我就把它测试到这儿。如果你问我 Adrian 啊，如果我花一个3到4千块去买一个 Raceship Chip Tuning 装在我的车上面，值不值得？我去里面还是买 Raceship 比较好。其实我看这个还是见仁见智。如果你有打算爆改你的车，你打算去换 intake 啊、exhaust 啊，再去 remap 的话，其实效果会更好。但是给一些人来讲，哎呀，我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在改装上面，我只需要提升它的动力来讲。那这个 Chip Tuning 是真的是非常适合你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plug and play 的 device 啊，你随时不要用啊，还是你要卖车什么，你可以拆来卖掉，无所谓的。如果你真的是享受了动力之后啊，有一天你不要去 remap 都好，哪怕你去换一个 intake 跟 exhaust 哦，你再用这个 Raceship Chip Tuning 其实也是 OK 的。它会有电脑的控制啊，让它的这个油要喷多少啊，它的 boost 要多少啊，这样子一个器材。为什么 Raceship 的价钱卖的不便宜？因为它不是什么小厂家，它是一个外国的产品来的，你知道吗？好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不妨可以到 Raceship Chip Tuning 的 Facebook 或者 IG， 或者是他们的网页，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上面，你们可以点进去探索更多。你们可以在里面呢去搜索你们的车款，他们有卖的这个产品到底有什么，给我啦，我会觉得我2样都一起拿，来得到完美的一个配合。你的油门反应要快，你的涡轮增压数值也大，这2个加起来的话，对于你的车的这个动力有所提升。好了，刚刚的测试呢，其实以参考为准啊。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当我把 Chip Tuning 把它调到7号的时候呢，它的动力真的是快了1秒哦。这个也不让我惊讶。其实最惊讶是什么呢？你们记得我以前试驾过他们 Raceship 的 X50有没有？之前就是我有做那个对比哈，你可以看到大概快了2秒，真的是不简单。它的1.53缸是有潜力的，只是它没有完全发挥出来。Raceship Chip Tuning 呢就把它的潜力发挥出来。其实 Civic 也是一样的。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啦，拜拜。踩完，看到有没有快一点？8.35，哇，这辆车真的是要做 launch 的。